这样的经历？晚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小腿一抽，痛得从床上弹起来，您想伸也伸不直，动也动不了，只能咬着牙等它自己缓过来。腿抽筋不是偶尔的问题，在60岁以上的朋友当中，几乎每3个人里就有1位常常半夜抽筋，白天也会突然卡住。很多人一开始觉得只是老了、累了，能忍就忍，习惯了就不管它了。但您知道吗？频繁抽筋其实可能是身体在报警，电解质不平衡、血液循环变差、气血不足都是可能的原因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医怎么看腿抽筋，西医又怎么处理。各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做法，哪个适合您？听完这集您就知道了。西医是怎么样看腿抽筋的呢？在西医眼中，腿抽筋大多是缺了什么。最常见的是缺钙、缺镁、缺钾，或是水喝太少，电解质流失太多。尤其是夏天出汗多，运动后没补水，年纪大了肾功能下降，电解质就更容易跟着流掉。电解质不够，神经和肌肉的传导就出问题，腿部肌肉就容易突然收缩，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抽筋。很多老人还会服用利尿剂、降压药，这些药物也会让钾和镁排得比较快。再加上饮食不均衡，或是肠胃吸收不好，问题就慢慢浮现。在治疗上，西医通常会建议每天摄取足够的钙、镁、钾，必要时用保健品辅助，加上规律伸展和轻运动，避免长时间站着或坐着。有些医生也会开维生素 B 群，帮助神经系统稳定。不过像奎宁类药物，虽然过去有人用，但现在因为副作用大，已经比较少用了。简单来说，西医的重点是找到身体缺了什么，然后把它补回来。但光是补够吗？有些人吃钙、吃镁、喝运动饮料，还是天天抽筋，那问题可能就不是缺，而是堵或虚了。这时候换中医上场了。刚才我们说，西医认为抽筋是身体缺东西，缺钙、缺镁、缺钾，但在中医眼中，腿抽筋更多是气血不通，肝肾亏虚或寒湿阻络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中医有一句话叫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血养筋，意思是腿部的经络要想健康，得靠肝来管理，靠肾来支持，还要靠血液来滋养。年纪大了，肝肾之气开始衰退，气血供应不足，就会出现筋脉失养，腿部容易抽筋的情况。尤其是晚上，阳气渐弱，血液循环变慢，这时候气血一虚，筋就容易挛缩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抽。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寒湿入侵，腿脚如果经常受寒，比如赤脚踩冷地板、穿短裤睡觉、洗冷水澡，就可能让寒气入侵经络，造成寒邪凝滞。这种情况就算钙镁正常，也照样抽筋，因为问题不在缺，而在通。中医调理腿抽筋讲求辨证论治，也就是说，会根据不同的体质和病因，选用不同的药材来调养。第一种是气血不足型，这类人常常脸色苍白，四肢冰冷，稍微一累就抽筋。中医会推荐一些补血补气的药材，比如当归、黄芪、熟地等等，它们可以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让气血运行更顺畅，自然就比较不容易抽筋。第二种是肝肾亏虚型，常见于年纪偏大的朋友，常觉得腰膝酸软，腿脚无力。这时候中医会选用像杜仲、牛膝、桑寄生这些强筋健骨的药材来补肝肾、强筋骨，帮助恢复腿部力量。第三种是寒湿阻络型，这种人平常容易腿酸、怕冷，下半身沉重或水肿，抽筋通常发生在湿冷天气。中医会选用薏仁、桂枝、羌活这类祛湿散寒、温经通络的药材，让湿气散掉，经络通畅，抽筋自然也会减轻。同时也会搭配一些外用方式，比如泡脚、艾灸等，帮助温通经络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会问，
那中医说的泡脚、艾灸真的有用吗？怎么做才对？别急，我们马上就来聊聊这2个中医常用的外治法。说到缓解腿抽筋，很多长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泡脚。确实，中药泡脚和艾灸是中医里很常见也很实用的方法，关键在于2个字：坚持。只要方法对，做得勤，效果自然会慢慢显现。我们先来说说泡脚。很多人以为泡脚就是用热水泡一泡，其实加上中药效果会更好。常见的泡脚配方有3种方向。第一种，活血通络型，用当归10克、川芎10克、红花5克。第二种，驱寒温经型，用桂枝10克、干姜10克、艾叶15克。第三种，强筋补肾型，用杜仲15克、牛膝10克、续断10克。做法也很简单，把药材放进锅里，加水煮20分钟，然后倒进泡脚桶里，加点热水，温度大约40度左右就行。每次泡20分钟，每天1次，一般坚持1到2个星期，很多人就发现晚上不容易抽筋了。泡脚时也可以顺便按摩一下小腿肚，或者按压承山穴、三阴交穴，有助放松肌肉，缓解痉挛。那艾灸呢？艾灸更适合寒湿型或气血不足型的朋友。想用艾灸调理腿抽筋，可以灸这几个穴位。第一个是肾俞穴，补肾气；第二个是三阴交，舒筋活络；第三个是足三里，促进循环，增强体力。每个穴位灸5到10分钟，一周做3到4次就可以了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您有糖尿病、皮肤敏感或者行动不太方便，记得请家人帮忙或找专业人士协助，避免烫伤。泡脚加艾灸双管齐下，有人坚持几周后发现腿不抽了，晚上也能睡得更安稳。但中医讲究的是因人而异，最好还是先分清自己的体质，对症调理才更有效。讲到这，可能有人会说，我也有在吃钙片啊，可抽筋还是照样来，难道是钙不够吗？别急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西医怎么解释腿抽筋，又是怎么处理的。回到西医的角度，其实很多老年人晚上腿抽筋，根源在于电解质紊乱，特别是钾、钠、钙、镁这4种矿物质。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，肌肉要正常收缩，必须依靠神经信号与电解质传导。一旦血液中的钾、钙或镁含量不足，就容易导致神经异常放电，引发抽筋。尤其是老年人肾功能逐渐下降，出汗多，水喝少，晚上吃药利尿，这些都会让电解质流失得更快。有些人说，我有在吃钙片啊，为什么还是会抽筋？关键在于光吃钙还不够，钙需要镁来帮助吸收，钙还必须要有维生素 D 协助进入骨骼。如果这几样不均衡，吸收率就会大打折扣。此外，高血糖、糖尿病、利尿药、胃酸抑制剂等药物也会影响矿物质平衡。所以西医会建议先做个血液检查，看看钙、镁、钾、维生素 D 够不够，再根据状况来补充。例如吃综合钙镁锌片，搭配维生素 D 胶囊，或者多吃香蕉、坚果、牛奶、深绿色蔬菜，这些食物都富含电解质。西医还会注意到一点，是否有神经病变，像糖尿病引起的周边神经退化，或者腰椎压迫神经，也可能造成腿部异常抽动。所以如果您常常半夜抽筋，还伴随刺痛、麻木、走路不稳，建议进一步检查是否有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中医从气血经络来调理，西医则更关注生化指标与神经传导，两者方向不同，但都各有道理。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，怎么把这2套理论用得恰到好处？怎么吃，怎么动，怎么泡脚，才能真正摆脱腿抽筋的困扰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段实用整合篇，让您学得会，做得到，见效快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您心里也在想，
中医也有道理，西医也讲得通，日常到底怎么做才是最靠谱的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中西结合，三管齐下。第一个管道，饮食补营养。无论您偏中医还是西医，身体营养是根本。平时三餐里可以多吃富含钾、钙、镁的天然食物，像是香蕉、牛奶、黑芝麻、坚果、深绿色蔬菜。这些食材有助于维持电解质平衡，防止神经异常放电。如果您不爱吃蔬菜，水果少，又常喝茶、咖啡，那更要注意镁和钾的流失，可以补充一颗钙镁锌维生素 D 综合片，但请在医生建议下使用。第二管道，中医辅助调和气血。晚上泡泡脚，每次20分钟，水温大约40度，加入中药更佳。例如当归、川芎、杜仲、艾叶等，根据不同体质搭配使用。搭配按摩腿部穴位，像是承山穴、三阴交，可以放松肌肉，减少抽筋。也可以尝试艾灸，1周3次，针对肾俞、足三里等穴位，调理肝肾，改善血液循环。第三管道，生活习惯，防止反复。日常要多补水，尤其是白天出汗多的时候，保持规律作息，睡眠要充足，因为夜间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段。平时也可以适当运动，像是散步、太极、伸展操，能增强肌力，促进血液循环。饮食加中医，加生活习惯，三管齐下。不少长辈坚持几周后，腿抽筋的频率就明显下降了。当然，严重的情况还是要找医生确认有没有其他疾病，像是神经压迫、血管硬化等等。那我们来帮大家小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腿抽筋，表面看像是小问题，其实它往往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尤其是频繁抽筋，每天都抽，一抽就是几分钟的朋友，更不能轻忽。首先，可能是糖尿病的前兆。我们人体调节血糖最重要的器官，其实不是胰脏，而是肌肉。肌肉少，血糖就更难控制，胰岛素的作用也会变差。而腿抽筋，可能正是肌肉正在流失的早期表现。特别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人，如果长期抽筋，又有走路无力的问题，一定要尽快检查血糖控制状况，避免后续发展成糖尿病足、神经病变。再来，抽筋也可能与高血脂、代谢症候群有关。当肌肉减少，基础代谢变慢，体内脂肪堆积，胆固醇上升，三酸甘油脂超标都会跟着来。很多人一开始只是抽筋，几年后检查才发现血脂早就偏高，甚至已经有轻微动脉硬化。所以腿抽筋绝不只是一个晚上睡不好的小问题，它和肌肉健康、血糖平衡、心血管风险都有紧密关联。有研究指出，65岁以上长者如果肌肉量持续减少，未来5年内发生跌倒、骨折、失能的风险会大幅增加。而抽筋正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第一步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预防、改善腿抽筋，并守护好肌肉与代谢健康？接下来，我们就用简单一句口诀来帮大家总结今天的重点，方便记忆与执行。今天我们一起聊了一个看似小事，却藏着大问题的健康现象——腿抽筋。不管是睡觉时突然痛醒的抽筋，还是白天活动中突然卡一下的抽筋，都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，电解质不平衡，血液循环不佳，肌肉正在流失，甚至慢性病控制亮起红灯。而不同流派的医学，中医与西医也分别给出了有效而实用的应对方式。中医强调温通经络，用艾灸、泡脚来改善血液循环，调和气血；西医则主张补足流失，透过补充电解质，加强蛋白质摄取，来强化肌肉功能。无论您选择哪一种方式，关键在于别再忽视抽筋的频率，也别再硬撑过去。只要能找到适合自己体质的做法，并愿意从日常开始调整，腿抽筋是可以大幅改善的。最后，我们来给大家整理一个简单好记的口诀：
3步，3要远离腿抽筋。首先是3步，第一，不要忽略抽筋频率。如果您1个星期抽筋2次以上，就不是小问题了，要开始重视。第二，不要空腹泡脚，也不要吃太多含氮太高的食物，像是腌制品、咸菜、即食面，吃多了容易让电解质更紊乱。第三，不要久坐不动，长时间坐着不活动，血液循环变差，腿部肌肉更容易抽筋。接着是3要，第一，要补充镁、钾、钠，饮食要均衡，别只补钙，蔬菜、水果、坚果要多吃。第二，要常温灸泡脚，像用艾叶、当归、桂枝这些中药，有助于驱寒通络，促进循环。第三，要规律运动，每天走一走，动一动，能加强肌力，减少抽筋发生。这3步3要，您记住了吗？如果您最近有抽筋的困扰，不妨留言告诉我们，您是早上抽、晚上抽，还是突然一动就抽？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抽筋类型做更深入的说明与建议。如果您喜欢这类结合中医与西医的实用对比讲解，欢迎订阅银灵智慧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敬请期待。我们下期见。